好，首先第一步呢，我们分好前后的分区，然后在这个前后的分区基础上呢，我们再做出一个上下的 U 型分区。啊，它原版呢是直接这样裁剪的啊，没有分上下 U 型分区啊。那在这儿呢，分 U 型分区呢是比较好剪一点的，能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控制发片。所以呢，在这儿呢，我分了一个 U 型的分区啊，同样方法相同，在侧发区找到退化点，然后连接到后面的黄金点啊。那我们先分好侧发区，好，后面向前连接啊，我们分到黄金点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 U 型分区就分好了啊。第一步，首先斜向后分到耳上点斜线的分区。因为啊，我们在裁剪圆形的时候都是斜向后分区的啊，因为斜向后的分区更容易让你剪出圆形。好，接下来第一步啊，我们梳下来啊，降低角度，然后呢，注意啊，因为我们要用圆形的手法剪出三角形的外线，所以前面要外放，放到哪里啊？放到它嘴唇以下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好，去修剪。好，第一片呢，我们剪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片，第二片呢，我们稍稍有一点点变化啊，梳下来，裁剪的时候呢，手指指向外啊，翻一下，翻一下来放长啊，指向外，好，跟随导线，注意啊，你下边呢要降低角度，上边呢是指向外的啊，这样一个翻转的过程。第三片剪至耳后，梳透啊，方法相同，梳下来，然后手指指向外，继续。第四片呢，我们直接啊分到它发际线的边缘，啊，直接贯穿整个后区。好，那这个手法呢是非常经典的啊。那我们在现在的商业发型当中呢，经常能看到这个手法，所以呢，大家要多加练习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把梳子呢。这样呢，我们把头发梳透，相同的方法啊，上面指向外，跟随导线向内向内收啊，跟随导线向内收啊，注意看，到侧边这个切口是这样的啊，是收进来的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切口呢是收进来的，而不是这样放出去的啊。剪这个时候千万要注意，如果你放出去呢，你就剪错了啊。大家看，跟随这个切口呢，它应该是收进来的，看到了吧？好，继续。向内收，继续。略微的向前靠啊，所有发片都略微的向前靠，不要向前靠得太大。方法相同，继续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在修剪一个堆积层次。向前靠呢，就是圆形的堆积层次。来，继续向内收。好，继续斜后。注意发片不要分得过厚。角度低啊，45度。好，
然后你的站位随着头型走，你的手位呢，随着头型要进行降低，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。往内收，手指这样内收啊。好，继续。那我们这个经典课程呢，如果大家能认真的练习啊，就会让你的基本功有一个很好的提升。但是很多人呢，他没有付出行动啊，可能呢在看这个线上课的时候呢，有可能在快进，每一步你都要认真看，多看几遍再去修剪，再去练习。好，我的身体随着我的切口向另一侧移动，这样呢能帮你更好的去走圆啊。继续。方法相同，梳子啊，用密齿直接扣下来梳，向外一带啊，好，继续向后走。好，上面呢一定要剪过中线。好，我一直剪到这一侧。仍然向另一侧微微的带。好，我们向另一侧带呢，就会放长另一侧啊。我们向前这边向前带，就会放长这一侧。那待会儿从这边修剪的时候，我再向前带，然后会把这边放长的收掉。最后呢，后面会出现一个圆弧形的重量。来，继续降低，随着你头型的弧度去降低，这样呢，更好的将我们每一个发丝在它应有的角度上去修剪出来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这半区呢就剪好了啊，大家看一下效果。好，另一侧方法相同，第一片斜后，向下梳理。好，看一下两侧的长度，哎，对等啊，对等我们就继续。因为我这边的站位啊有问题。第二片分到耳上，好，这样梳下来呢，方法相同。这回呢是你的手指尖要压低，你的手掌部分呢要向外走。好，第三片分到耳后，两边呢方法相同啊，重复着一样的技术。好，前面呢要压低，展开。好，第四片的时候呢，就要从上边一直分到静车点的发际线的部分。好。45度，跟随导线进行修剪，向内收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把另一侧放长的头发呢全都收掉，向内走。方法相同，我们再用这种方法呢，一直剪到另一侧的。过了中线啊，好，继续。
你的站位随着头型走。好，仍然向另一侧去延伸。好，一直连接到另一侧。好，继续保持平行的斜向后的分区。好，继续。那这个发型呢，看似很简单啊，那需要大家多练几遍。刚才已经说了，这个手法呢，大量的被应用在当下的商业发型当中。继续，我们剪过中线，一直剪到剪不到为止。好，好，到这边呢就没什么要剪的了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后面就完成。大家也能看到，它在后面形成一个这样圆形的重量啊。在上面呢，我们梳一个3/7的偏分啊，哪面是大面都无所谓。好，侧发呢，延续刚才的手法，斜向后啊。我刚才说过，这个发型呢是不用分上下分区的，直接裁剪的。那我怕大家呢在裁剪的过程当中呢，发片太宽不好控制发片啊。那我们把它分一个上下分区。接下来呢还要延续刚才的剪发手法。好，放下来。那前面的刘海呢，在侧边看呢，就会形成一个后短前长的这样的一个三角形。来，继续斜后。第2片，那你现在要做的呢，就是连接下区的剪好的长度就可以了。来，略微的抬高一点点啊，比修剪底区的时候呢，稍稍抬高一点点，因为上边的头型是弧度朝上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稍稍抬高一点点，避免产生更多的硬线啊。来，斜后。我们第1片呢是低角度，第2片呢稍稍抬高一点，第3片呢再抬高一些啊，连接下面的长度。好，第4片呢还要再抬高，往下走圆。降低，好，直接就连接我们下边剪好的结构了。好，继续。那这一片呢，还需要再抬高，降低，再降低。再降低，好，剪到中间，别忘了向前靠啊。好，抬高，逐渐降低。好，我们这一半呢就剪好了啊，大家看一下侧面啊，看起来有点像三角形的波波头，但是采用圆形的技术修剪的啊。
来这边小面，方法相同。第一片啊，我们降低，翻转。第二片呢，比第一片略微抬高。第三片要比第二片呢角度再高一点啊。好，延续刚才的分线啊。然后第四片比第三片还要高啊，我们可以反手去抓。继续啊，好，比上一层呢还要进行抬高。继续向后延伸。好，别忘了啊，所有的头发都要向前去靠。好，剪到中线。好，最后一片在中间拉高啊，去连接，刚刚好，左右是对称的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这款发型呢，结构的部分呢就裁剪完成了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湿发的效果。它两侧呢是对等的啊，两侧是对等的，只因为一面是大面，一面是小面，所以在前面看起来是不对等的啊。接下来我们进行吹干。好，刚才呢我们把这个头发呢进行一个基础吹风，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一个点剪柔和，抓起来还原切口，用剪刀呢去把发尾做点剪柔和。注意，同样啊，我们的角度呢。啊，注意，同样呢，我们的剪刀呢不要插入发片里太深，否则的话会把发尾呢打得过碎。好，继续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在它的外线部分呢进行一个精修。
好，头模呢向反方向倒，然后剪刀呢去剪底部的头发。好，前面过长，我们磨掉一点点。好，第二层放下来呢，按照我们刚才定的引线去打磨掉一点点啊。湿发的时候你一定要放长，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头发吹干了之后它的弹性会怎么样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前面进行一个打磨。好，这边呢外线呢就剪好了。下边啊，我们挑起来，下边柔和不到的，我们再进行2次的调整。下面呢太短了啊，我们的刷子呢垫不进去，所以呢它还会很毛躁。这个时候呢，徒手剪，把下边毛躁的打掉。好，下边的外线呢也要做出来。后面的发际线边缘呢不太好处理啊，我们要点剪和徒手剪交叉使用。好，让它的外线呢进行衔接。好，这一半呢我们就剪好了啊，然后进行另一半。把鬓角多出来的点掉。好，后面方法相同，用梳子挑起来，把下面柔和不到的地方呢再次柔和。好，后边。徒手剪，
接下来我们去做出它的外线。剪好硬线条之后呢，马上徒手剪，把这条硬线条呢打柔啊，不要让它太齐。当然，以前呢这种发型呢都是齐的，现在呢我们要看起来是齐的，略带一点点柔和的感觉。好，前面 C 型梳理，这鬓角的位置呢，吹的有点向后跑，我们把内角去掉就 OK 了啊。这是这一侧的完成效果啊。好，我们再次观察一下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完成了啊。今天的课程呢，我们就到这里。希望大家呢能反复的观看，认真的练习啊，早日得到一个好的提升。好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